秦二世，胡亥。胡亥是秦始皇嬴政的儿子。嬴政有很多儿子，但除了胡亥和老大扶苏外，其他基本都是打酱油的。不用说，胡亥属于一出生就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批人，打小接受的就是贵族式教育，完全不用像一般人那样发愁长大了究竟是当医生还是当律师。可谁知道，就是这么个 easy 模式，愣是被胡亥给玩废了。胡亥虽然身在帝王之家，但 DNA 里毫无帝王气质。一次秦始皇大宴群臣，席间不愿正襟危坐的胡亥早早退席，结果是跑去踢门口摆放的鞋子。到胡亥21岁时，赶上秦始皇再次巡游天下，胡亥缠着秦始皇想一起跟团全国游，嬴政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拒绝就同意了。但谁也没想到秦始皇会死在这次巡游中。宦官赵高为了篡权勾结李斯密不发丧，同时为了掌控政权又急需一位无能又好骗的皇子来做傀儡，于是胡亥顺利躺枪。胡亥本来没想过自己会做皇帝，不过在赵高的巧言令色之下，一听说当了皇帝可以随意的想咋玩就咋玩，瞬间就动摇了。不过秦始皇死前立过遗嘱，指定扶苏接班，李斯和赵高都见过，但因为李斯和扶苏在焚书坑儒的问题上有过过节，为了保住脑袋，李斯选择了与赵高合作。他们伪造诏书逼死扶苏，然后拥胡亥登基称帝，也就是秦二世。谁知李斯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，胡亥上台后就把所有兄弟姐妹都给弄死了，杀光了自己家人后，胡亥又开始拿大臣们开刀，最后当然连扶他上位的李斯也没放过。最终李斯被处以极刑，具五刑，并满门抄斩。干掉所有不顺眼的对象之后，胡亥又开始效仿他老爸秦始皇，大兴土木，横征暴敛。胡亥当皇帝后第3年，赵高想踹开胡亥自己当皇帝，为了了解谁是自己一头的，赵高就导演了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，拉来一头鹿到胡亥面前，当着所有大臣非要说是马，就看谁会和自己唱对台戏。结果许多大臣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说鹿就是马。但更搞笑的是胡亥不但没有怀疑大臣们在说谎，反倒怀疑自己得了病，还找来医生给自己看病。而就在胡亥还在马路式生活状态中时，各地反秦大军已经节节胜利。直到此时，胡亥才知道慌了，开始谴责赵高，而赵高也不愿意再装孙子，撕破脸直接带人闯进胡亥的行宫，逼胡亥自杀。胡亥死时24岁，这样经历了短短15年的大秦王朝就这样葬在了胡亥手上。实际此事也应该说是早有先兆的。话说秦始皇在世时曾经得到过一本预言书，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，其中的胡被秦始皇认为是匈奴，为此他还大兴土木建长城，想要保家卫国。谁知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里的胡指的不是胡，而是胡亥。